赣州紧邻广东，是江西省的南大门，也是整个江西土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。我作为河南南下珠三角打工的一员，京广线可以说是每次返乡返岗的必经线路。但一旁从江西南下广东的京九铁路，我却一次也没有乘坐过。而我也在很早之前就听说过江南宋城的赞美。同时，作为客家四州之一，赣南是客家南迁广东和回迁的重要地点，与客家这一明系行程息息相关。所以，我想带着这些好奇，买张火车票，走京九线，到这座以省闻名的城市赣州去探索一番。两江交汇之后，成为赣江。大圆盘这里转一圈。龙南是江西的省辖县级市，然后由赣州带过。借助科技的力量。赣南最古老的没有？最古老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深圳东站，已经买好车票了，硬座，要经过东莞、惠州、河源、龙川，然后到赣州，大概需要6个多小时。OK， 我现在准备进站了。充电宝还要全部拿出来检查，我带了2块2万毫安。站下车乘客，请下车。来，到赣州了，红色故都，客家摇篮，对面是这个马上滚蛋旅游城市的标志。这个车站规划很合理，那边停的是出租车上下客的区域，这边就是纯的公交车，就在这个站的站前广场的旁边，这样安排就很合理，不愧是获得了这个旅游城市的奖。现在准备坐公交车去住的酒店，酒店定在老城区，可能面积比较小，一会儿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我要坐26路。这很方便，动线安排挺合理的。大概有10来平吧，里面有个小窗，卫生间，一晚70块钱，还可以。整理休息之后，我就去到位于军门楼附近的宋朝不夜城简单逛了逛。第2天开始了正式的旅程。现在去吃饭。赣州这2天特别热，好像最高气温到37度。要一份加肉加蛋的烫皮，然后再要一个肉饼汤吧。
这个是蒸的吗？有点像肠粉。看起来像，吃起来是更加跟柠檬空气。这个是纯米酱。纯米酱。肉煲汤。谢谢。蘸着吃。比肠粉更有嚼劲一些，然后要蘸这个小料。这是晾在这里，要经过晾晒。如果提到江南，你会先想到哪儿？我觉得现在词义的江南已经是一种文化概念了，有着其特定的意象，小桥流水、烟雨朦胧、粉墙黛瓦等等组成的一幅画卷。但如果是追溯行政区划的概念，那就是唐朝时期在长江以南设置的江南道了。唐朝的江南道分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，而江南西道也正是江西省名称的由来，所以赣州江南宋城的江南也正是基于此而来。赣州老城的古街区房屋很多建于明清时期，又与现代居民生活区域相互交织。比如现在去的赵儿巷，恰好碰到正在修路，而街道两侧基本都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区域。赵儿巷门口在修路。旁边都是老街巷。赵儿巷这里是赣州古城历史街巷保存最完好的，因为就是清朝初期时很多衙役住在这里，统一穿黑色也叫赵色的衣服，然后人们就把这里叫做赵儿巷。再后来赵字被谐音为炉灶的灶，就变成了现在的赵儿巷了。这里的好多老房子都已经荒弃掉了，从那个门缝里可以看到里面杂草丛生的，然后门外都会有一把锁，把房屋给锁住。从门缝里面开进去。瑞昌生布庄，然后用一把小锁锁住。里面都长的是野草，刚看了好几间，基本都是类似这样。心里比较吃力，那挺好的。这个里面就被整修过了。第二保育院之前是消防队，名字叫保安水龙局。群仙楼，他们在寻求合作伙伴。有没有厉害的老表来把它盘下来？民国时期的夜总会。从旁边转过来，这是一个寺庙，那寺庙金碧辉煌的，和旁边那个赵儿巷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寿亮古寺。从赵儿巷出来往贡江走几步，就到了位于贡江边上的宋城公园。
下面还有好多人游泳，很多人，还有好多小朋友。不要在浮桥上逗留，请不要上船桥头。赣州有2座浮桥，一座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位于贡江上，还有一座是西边叫西河浮桥，位于张江上。赣州冬泳基地，冬泳俱乐部，可以游船，60分钟89，水晶之恋号，应该就是这个水。水晶之恋号。赣州古城墙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砖城墙，修建于北宋年间。其中从东河大桥至八镜台这段城墙是沿贡江而建，从八镜台至西金门这段则沿张江而建，这就使得八镜台成为最佳观看张江、贡江两江交汇的位置。赣州在南宋改名之前一直叫黔州，苏轼有一组词叫《黔州八镜图》，就和这个八镜台有关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对，下面台阶上。爸爸，黑地宝宝先去吧。2楼是什么东西啊？登上八镜台就可以看见张江、贡江在这里交汇而成赣江，其中江西省的简称赣字拆分开来就变成了张贡2字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区也正是叫张贡区。赣江是长江最主要的支流之一，也是整个江西的母亲河。张江、贡江在赣州合流之后，赣江就一路北上，纵贯整个江西，最后汇入鄱阳湖。唐代的江西因为南岭大庾岭驿道的打通和赣江的水运，而在经济上快速崛起，繁荣近1000年，直至清末。而赣州同样也在宋代快速崛起，成为区域中心，但却在元代因各种原因迅速衰落，这就使得赣州在宋代巅峰时期的很多城市基础建设得以保留。赣州宋城墙是这一时期的遗存之一。除此以外，地下一个名为福寿沟的排水系统也是自宋代以来沿用1000年。福寿沟有福沟、寿沟2条排水系统构成，排水沟渠连通城内众多水塘以供蓄洪，并通往城墙外的水窗。当涨水时，水窗关闭，阻挡洪水。洪水消退之后，水窗被城内蓄水顶开，向外排涝。虽然因为城市的发展，蓄水的水塘很多已被掩埋，但是整个排水系统至今仍在使用，并且是赣州老城区排水道的主要构成。在网上找到解放前赣州的地图，可以发现古城街区走向和整体结构基本没有太大变化。虽然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不得不对旧的历史城区进行一些改造，但从地图上看，整体是相当克制的。我想也正是这样，才有了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的赞誉吧。玉沟台下的贡江与张江交汇之后，赣江在宋代城墙的映照下滚滚向北，最终随着长江水汇入大海，不休不止。而城市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发展革新，古城街道的布局、地下的水渠、屹立的城墙、古代的浮桥，都是这座江南宋城在漫长时光中的见证。在你身邊，路雖遠未疲倦，伴你問行一段接一段，越過高峰，另一方卻又見目標退遠，讓理想永遠在前面。
也體驗，愉快被愛在身邊轉又轉，風中想說霧裏生花快樂迴旋，無用計較，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，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，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，悲也。逛了一天之后，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啦。钓鱼台。点了一份米粉鱼，一份宁都肉丸。哦，好大一份。上面是鱼，下面是米粉。这个是大份的，先尝一下米粉。第一口呛了，好，谢谢。宁都肉丸，感觉有点多。米粉上面放着薄薄的鱼片，江西的辣总是第一口会觉得呛得慌，但是吃的中间并不觉得辣，只觉得香。吃完之后嘴里的辣感觉又慢慢凸显出来。米粉鱼上面的鱼片刺还是挺多的，但是米粉真的很有嚼劲，也很入味，搭配一碗宁都肉丸解解辣，吃得非常爽。全部吃完。赣州除了江南宋城的名号，还是客家四州之一。所谓客家四州，指的是客家人主要分布的4座带州的城市。客家民系是汉族众多民系中的一个，主要分布在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。当然，全国到全球不同地方也生活着大量的客家人，但一般会把这4州当作客家的大本营。其中，广东梅州因为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区，客家人口占比达到97%，而被称作世界客都。惠州呢，则因为是全球客家华侨最主要的祖籍地，而被称作客家侨乡。接下来是福建汀州，那这里的汀州指的则是宋代的汀州府，府治在长汀县。现在的汀州一部分是属于福建三明市，另一部分则属于福建龙岩市。因为80%以上的客家族谱把汀州宁化尊为家族发祥地，所以汀州就被称作客家祖地。那江西赣州呢，则是客家南迁的重要集散地，和客家这一民系形成息息相关，而被称作客家摇篮。这就是客家四州的来历啦。现在是到了魏家大院，也是位于赣州的老城区，是一个清朝的民居建筑群，目前是叫赣南客家文化博物馆，里面应该会介绍一些赣南客家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之类的吧。走吧，进去看一下。太热了。下面就是长辈位嘛，长辈人坐的嘛。那以前能坐这个位置的人。哇，这个。这个魏家大院的魏家是一个叫魏忠长的客家人，在乾隆后期时从粤西连城县回迁到赣州的，然后在赣州主要经营的是钱庄生意。这里有个口误了，应该是闽西的连城县，属于龙岩市。那说到回迁，根据我查到的资料，其实整个赣南地区的客家人，除了世居以外，应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明末清初从粤东闽西回迁到赣州的。因为清朝前期为了抵挡郑成功反清，当时朝廷颁布了迁海令，要求沿海的人内迁30到50里地，并且实行海禁。迁界禁海令，迁界禁海令，福建全境禁海，
寸板不得下海，违者以资敌论罪。沿海百姓全部内迁30里。我在这住了一辈子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这就造成了沿海的生活空间向内陆挤压，然后就有相当一部分客家人回迁到了赣南。赣南客家的婚礼，原来是个簸箕里。婚房。虽然赣南地区客家人是主要人口，且大部分县域都是说的赣南客家话，但是赣州老城却是一个例外。老城所说的赣州话属于西南官话片，与周围的赣南客家话虽互有影响，但也有非常大的不同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现象。我这里放一段录音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小站昨夜钓了条大鱼，我没有钓到鱼。小庄的菜里钓了只太牛的，俺没钓到牛的。小庄草木里钓到了一只滩的，俺就没有钓到。他坐最后一班车就掉了，我来晚了，只好自驾慢慢子就回学校去。这表上的最后一班车走掉了，俺去吃地铺，就时间慢慢似的走上后头那些的。只赶到了最后那趟班车走了，俺才吃了一觉，才时间慢慢的走回双的西下。魏家大院逛完了，里面非常大，墙高也很高，像迷宫一样。虽然中间有的走廊比较窄，但因为每个院子都有一个天井，阳光都能洒进来，所以感觉上也不那么封闭，还挺透气的。我现在在赣州火车站。其实说来，赣南地区最知名的客家建筑并不在赣州城内，而是位于各个县域的客家方形围屋。那赣南的方形围屋呢，则以龙南市最具代表性。所以我准备坐上火车，到江西真正的南大门——三南中的龙南市。到龙南，现在出站去坐公交车，去到龙南市的市区，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。然后我从赣州坐这趟火车过来，就1个半小时，票价是19.5块，还挺快的。这个火车站是修在山上的。老板入住，携程啊，可以放这里。对，欢迎使用微信支付。定的标准，大家我给你免费升级一个豪华大床房。哦，现在还没有单间。还免费升了一下房间，去开一下酒店盲盒。卫生间面积还挺大的。有一个窗，阳光还可以，70块钱1晚。秋天。中国有5大特色民居建筑，分别是北京四合院、陕西窑洞、广西的甘兰寺吊脚楼、
云南的一颗印，再有就是客家民居了。那提到客家民居，最出名的应该是福建的土楼吧，但是围屋这种客家民居样式才是最广泛的存在于客家的生活区域。整个赣南有500多座围屋，龙南市境内就有300多座，分散在不同的村镇乡野。这次来龙南，我要去到最具代表性的3座围屋：关西新围、烟一围以及乌石围。办理完入住之后，第一站就准备出发去到关西新围景区。龙南、定南、全南这3个城市是紧挨着广东的，然后龙南是江西的省辖县级市，然后由赣州代管。现在我准备坐公交车去关西新围。也就梦想，天空自然淡红，Fire sky， 我在摩天楼。到关西新围了，那个公交车开得快飞起来了。我感觉来龙南这边玩的话，开车应该挺方便的，路修得非常好，而且旁边也没啥车，一路狂飙。这里，公前网络票。对。哇，这个景区好大呀！关西新围所在的关西围屋群位于龙南市关西镇，由关西新围、西昌围、田心围、彭高围、福和围等构成，是徐氏家族于明清时期建造。进入景区走几步就看见一个挺大的方形迷宫，这么大的太阳，如果不是有天空视角，我是不敢走进去的。这个也太作弊了，开挂了。诶，马上就到中间了。哦，到中间了。夯土迷宫。借助科技的力量，里面最大的关西新围我们放在后面。先来看看徐氏家族的主屋关西旧围、西昌围。关西新围是由一个叫徐明君的人历时29年建造完成的，而在关西新围旁边，这个旧围就是徐明君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徐家的旧屋。又因为徐家是经营木材生意起家，商号叫西昌，所以老围就这个旧房子就叫西昌围了。这个老围跟关西新围有规划是不同。西昌围是徐家他们的祖先历时数代人2个朝代才建设完成。靠外的这个围墙和炮楼都是因为后面安全需要后来才修的，所以整体会显得非常不规则。而那个西昌围就整体非常规则。这个是祠堂，祠堂一般都是客家民居的核心，因为客家人是以家族为聚集生活，所以祠堂在家族里的地位就非常重要，在整个居住的中心位置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第32届恳亲大会，世客会是全球客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庆典吧。龙南这里举行的第32届世客会是前年2023年，然后去年的世客会是去到洛阳，地下全是青苔，特别滑。有一个小缝隙，下面就是接水的这个水渠，上面可以淋下来雨水。这里太滑了，已经被铺上防滑垫了。一进这个围屋就很大的那个木头的槽味，但是过一会儿现在已经闻不到了，一进来特别大，闻多了就习惯了，就闻不到了。炖焖
蒸、溜、炸、酿。客家的酿就是在一个食物里面包着馅儿，可以酿所有东西。酿青椒就是青椒里面灌肉，还可以酿香菇，就香菇里面灌肉。基本所有东西，蔬菜啊里面灌肉都可以叫做酿。还有一个酿豆腐，有豆腐里面灌肉，这个是客家最经典的吃法。全是一个大家族聚集在这里，以祠堂为中心，一人一间房，要共同在这里生活。宽大的外墙可以抵御外敌的进犯，也可以阻挡野兽。客家的房屋都像碉堡一样。说到碉堡，西仓围作为旧屋和旁边的关西新围一比，可就迷你多了。关西新围是赣南客家围屋中建筑面积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。整个围屋占地面积7426平方米，墙体用三合土夯筑而成，四角建有炮楼4座，墙上有许多炮孔和梅花枪眼，整个防御系统极其严密。这个关西新围它没有正大门，只有2个小门，一个是东门，还有一个西门。日常居民的话，东门进入，门很小，然后有贵客来的话才会坐轿子啊之类的，从西门进。上面都是梅花枪眼，还有炮口。哇，这个墙真的非常高大。这是西门，主要是骑马坐轿的时候进入的。很窄，这有多少？大概1米多一点吧。围屋整体结构像一个巨大的回字，以祠堂为中轴线，围内的建筑分布以对称布局。这个徐明君他的家族人丁很兴旺啊，这已经到他第8个儿子徐思光的窝，怪不得需要一个这么大的围屋。之前那个旧围屋就是西仓围，确实太小了。以他们这个家族的体量，应该住不下。为什么古代床一定要做这么高啊？太高了。基本中间就是祠堂和中厅会客的地方，然后以中厅左右2侧都是他家族成员的各个的居所。然后这一个小厅，两边一门一关，就是一个独立的庭院。这是关西新围的第2道门，是日常居民进出的那个门。这个门是有3重门，第1重是铁甲门，表面上镶了一层铁皮，铁甲门。然后关上之后，这边有这个粗大的门横。从中间穿过，穿到这边来，把整个门抵住，然后再有一个位置从这个地方凹下去了，地下有凹下去一块，应该就是用一个千斤来抵住这2块门，防御真的非常严密，像座堡垒一样。这个可以来这里拍电影啊，拍那种丧尸片。感觉这里防御力太强了啊！后面那个大储藏室都可以储藏一大堆食物，再加上整个房屋构造，只要一下雨就会有房檐流下来的水。阿姨，以前这里是库房？以前这里这一排也是仓库啊。就是存物资的，这一排以前都是库房，来存酒、一些酿菜还有粮食的，有2层。不止储存粮食啊，应该这些枪械、兵器、防御用的，还有这个是门栓吧？刚才前面东门那里几个大大的圆洞，用来抵住门的。大戏台，唱戏的地方，上面是看台。但除了东西2个门之外，它还有一个第3个门。第3个门是隐藏的，一个逃生门，是一个假墙，看到了吗？那个颜色不对劲的那个门，就是有第3道门，一个假墙，逃生用的。围屋被攻破之后，里面的居民就可以跳到下面的北堂，然后逃生。
从客家民居中看，无论是围屋还是土楼，都有着强烈的封闭性和防御性。房屋布局以祠堂为中心，居民则以宗族共同体的身份在围堡内聚居生活。这样的民居特点从历史上是可以一窥端倪的。客家先民原本为中原地区的汉人，为躲避饥荒战乱，经历数次大规模南迁。迁徙过程中翻越群山峻岭，异地他乡，不得不和家族相互扶持，面对困难。抵达岭南之后，广东第一大平原珠江三角洲早已形成广府民系，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也已经形成潮汕民系。这是古代广东最适宜居住的2个区域。虽然都是汉人，但总归是先来为主，后来为客。客家家族只能聚居于粤闽赣3省交界处的山区地带，山区多匪患野兽，且因为土地、水源等原因，又与早已在此定居的原住民多有冲突，使得客家人必须建造坚固的住所，保护自己和家族。别说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去看，去感觉。不是我，又怎能了解？就算是执迷，就让我执迷不悔。昨天下了一场雨，雷暴，疯狂打雷。现在先去吃个早餐，然后去坐到杨村的巴士，然后那边还有2个围屋，一个本地的早餐店，免费的小菜。前面也提到，赣南的500多座围屋分散在各个村镇，乘坐公共交通绝大多数其实很难到达，所幸有代表性的几座分布比较密集，交通也还算方便。龙南市东南侧关西镇的关西围屋群是其一，另外一边西南侧的杨村镇也是其一。杨村因为距离龙南比较远，没有公交车，只有黄色的村巴，每半小时发车1班。你好，这个去杨村的这个票钱。上车买票。很复古的村巴。多少钱？12块。坐了1个小时，现在是在龙南的杨村，从这里过去就是燕一围了。燕一围一共有4层，围屋下层为麻条石，上层外砌青砖，墙厚1.45米，对角4边有炮楼，并且炮楼向外延伸2米，同时还设有许多枪眼，形成无死角的火力网。燕一围和赣南的其他围屋有很大不同，别的那些方形围屋大部分都是在围墙内建房，然后这个燕一围呢，则是处理围墙之后向上建房，所以就非常高，有点像福建的土楼，但那个土楼比这个要大一些，然后土楼是圆形的，这个就是方形。我现在在4楼，4楼应该是库房吧。炮楼大概向外延伸2米，这有3个炮孔。
人去楼空，就连香味都被偷走。堆在一旁的衣服，干净却很皱。为何留下这么多线索？还要这个世界还有什么？龙南的杨村镇有3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：烟一围、太平桥、乌石围。烟一围和乌石围相距比较远，还是要借助村巴。但太平桥距离烟一围步行大概2.4公里，虽然也挺远，但是路途中的田园风景在青山和白云的映照下格外的美。杨村的太平桥桥下为3墩2孔品字形的构造，最有特点的是桥面上建有砖木结构的4通廊亭，屋顶仿的是客家府地式民居结构的3堂2横，远看非常漂亮。那这座桥和王阳明也是有很大关系。王阳明在龙南这边剿匪，然后成功之后就建设了这个桥的原址，不过后来已经被损毁了。然后现在这座是清嘉靖元年龙南当地的赖氏宗亲们选址重建的。现在的这座桥距今也有200多年历史。那王阳明也是在龙南这边剿匪的时候悟出了或山中贼易，或心中贼难的哲学命题。游览完太平桥，原路返回，到镇子里继续搭上黄色村巴前往乌石围，路程大概5公里，10来分钟即可到达。乌石围应该不难看出来，这座围屋的名称的由来就是门前的这块黑色的大石头，所以叫乌石围。而且不管是大型的围屋，还是现在这种小型的围屋，每一个上面都有炮楼，高墙上都布满防御用的梅花枪眼。乌石围是赣南现存客家围屋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座，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距今有400多年历史。整体围屋的外围呈半圆形，内屋则是规则的方形。传统建筑乌石围。我在游览的过程中还碰到本地的大叔，向我介绍了这里。我们赣南最古老的围屋，最古老的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现在已经400几年了，400多年。那些大概好多都是只有200多年。对了啊，还有你们是在这里住吗？以前在这里住，现在不住了，现在大家住在外面住楼房了。以前全部都是这里住，家家户户。基本上就是外面这一圈，之前都是在这里住的，大概。外面没有。哦，挺好的。我们龙南是个围屋之都啊，你知道吧？哦，300多座，那些围屋很多也是有人在住的，对吧？很少人住。很少，大部分是很少人住，基本都搬出来，然后就是在旁边建了这些新村。这光线又不太好，一家两干3干又不够住。那这样挺好的，既把这些古的这些民居保存下来了，然后又换到新房子，改善居住条件，然后又形成这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的传承，挺好的。这个叫做国家级保护单位啊，知道吧？国家级保护单位。龙南这边基本上全是客家人，对吧？都是客家人。好像就是赣州市市区老城区那一块儿。那里游客不是客家人，你是不是客家人？我不是。不是。我从河南信阳。你湖南是我们这老祖宗就是在湖南搬来的吧？洛阳那边，去年的世客会好像就在洛阳举办的。去年世客会啊？
前年是在咱们龙南。前届就是我们这里龙南几。哦，我看那个宣传，好多宣传语都在。还有。真的。哦。那个。也挺盛大的，是吧？愿意闻。还有那个大滨桥。太平桥我就刚从那边过来。正好这边玩了一圈。行。好，过去了，叔叔。刚才听叔叔介绍，围屋里面的人基本都搬到围屋附近的这个新盖的这些楼房里了。应该其他围屋也是类似的情况，都搬到围屋周围的民居里了。逐渐这些围屋都不再有人居住了。离开乌石围，我的旅行也接近了尾声。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组成的画卷，在乡村田园中慢慢铺展开来。都市中紧绷的心也似乎慢慢舒展。客家人生活的这片土地，现在是一片生机勃勃、繁荣景象。但在古代，与闽赣交界的山区，因为不便的交通，一直处于边缘地带。客家也相比广府和潮汕形成的较晚。虽然根植于华夏血脉之中，安土重迁的思想依然存在，但是故乡又在哪里？是那遥远的河洛，还是回不去的关中？异乡为异客的生活，使得客家人急需明晰聚集的力量。到了宋代之后，客家意识开始觉醒，以客家话为核心依托，最终形成客家民系。客家人的根也深深根植于客家四周之中，以此为故土，或远渡重洋，或反迁内陆，终归有根所系。悠悠历史2000年，天边地边尽心毛边，历经六次太南迁，背向丽江落地上见，反客为主促权庄，东干天外四港连，方言唔改中言冤，社台茫茫古老方言，嗌叫。